时代人物身上所肩负的，是无比巨大的责任和使命。所代表的时代意义，在于总是能够以身作则，步步引导，循循善诱，进而扛起了一整个世代，且义无反顾。每一个时代都有牵动时代巨轮的动人故事，在特别的时代就会诞生特别的人物，开创的思维、刻苦的精神和具体的实践，他们将每一个寻常转化为不寻常，因而写下了时代传奇。王永庆先生的祖籍为福建泉州府安溪县长坑乡玉湖村，自古为茶叶之乡。因土地贫瘠，谋生不易，王氏先祖如多数先民，于前清嘉庆年间渡大海，入荒州，落脚于今天的新店直潭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王永庆诞生于1917年，大弟王永成、二弟王永在分别在1919年和1922年诞生。当时的台湾仍处于一个披荆斩棘、生活贫瘠的静谧年代。王永庆7岁时没有鞋穿，每天只能光着脚丫徒步10公里上学。放学后还得扛着饲料再徒步10公里回家喂猪。在小学毕业后，家中已供不起继续上学，于是在父亲的茶园帮忙，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15岁离家当学徒，17岁创业，成为小米店老板，从此开启了为追求人生更高价值而奋斗一生的精彩历程。28年后，随着2战结束，世界起了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，台湾也跟随着这股大浪潮一起往前进。王永庆在这个大时代的机遇中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创造了时代的奇迹。他所凭借的是一份善念、一种执着和一股冲劲。一情天下无难事，以日本人、美国人、欧洲人能做，我们中国人不能做，没有道理的。1950年韩战爆发，美元有一个项目，打算协助台湾建立一座树脂加工厂。当年在台湾没有人知道 PVC 是什么，台湾银行董事长尹仲荣找上了当时的存款大户王永庆。有一批这个米元78万美金的米元，要做 PVC， 我也不晓得 PVC 什么东西，但是总是有一个机会了，那么我就感谢，我就答应，好，我来做。他运用这笔贷款，在1954年成立了福茂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只花3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投产，日产4吨 PVC 粉，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小的塑胶粉工厂，由此奠定基础，开启兄弟2人庞大的企业体系和波澜壮阔的一生。所以你要没有那个本事、竞争能力的话，你不接受他的考验，那你就没有办法生存下来。寻找机会，然后来发展自己的潜能，不是说天掉下来啊，你就正好有机会就发财，不是这样，那都是要经过非常努力的打拼，才有他后来的这个成果出来。
云林麦寮是所谓风头水尾的地方，一到冬天飞沙走石，苦不堪言。王永在第一次去六轻场勘时，眼前除了一片汪洋，就是飞沙走石。他望着大海，心都凉了一半，因为建厂用的速地都还躺在海里，未来所有的厂房，一切都只能用想象。所谓那个风头水尾，什么叫做风头水？东北几号来，人徛袂掉，唔是干那徛袂掉而已。沙盐分，沙伊佫是粗沙，佫有幼沙，特别幼的沙。要不是哦，了啊，你较无谨慎的，啥一水哦，全部倒沙，夹沙，哦，那实在哦，真难受啦。那实在足困难的，对，困难嘛是在做，为了成功，无做会使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是兄弟二人的最佳诠释、最好写照，充分展现了移民者后代坚韧卓绝的性格底蕴，更将台湾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。企业界很少看到兄弟会这么50多年来一起在经营，没有第二个。那他们两个性格都不一样，王永庆是比较对外，那王永在先生我爸爸比较注重于企业的管理，尤其工厂的管理。两个都很强势，但一个比较强势，一个比较会跟员工拨乱。王永庆曾在给子女的一封信里提到，财富终究只是上天托付我们做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，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。而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，乃是借由一己力量的发挥，能够对于社会做出实质贡献，为人群创造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。那他的这一切对我影响很大，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点压力存在，因为他规定我们1个礼拜要写1封信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，我们1个礼拜写1封信给他，我们1张纸，他回来的可能是7、8张纸。那个时候13岁，他对一个13岁的小孩子什么都会讲，就是希望说我知道的能够给予，让大家都知道。我非常的感恩，我有这样的机会，我有这样的父亲，影响了我做人的道理。1987年，王永庆与夫人参加一场感恩茶会时，看到施聪儿装上了电子耳，不仅能听能讲，还能背3字经，深感电子耳能改变听障小朋友的命运。但因造价昂贵，大多数家庭负担不起，而让孩子失去了学习的机会。他认为帮这些孩子花再多的钱也值得，于是透过长庚医院推动人工电子耳捐助计划，至今30多个年头从无间断。上帝造成的缺憾，他用爱来弥补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他不但是经营之神，他也是我们企业家的一个经营的榜样。10年的真快啊！我觉得啊，我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再到他的灵前再跟他深刻的磕几个头，让我能够呢永远能够学习他的榜样跟精神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不为自己，为这个社会的无私无限的奉献，真的是深深的感动。王永庆的一生都在工作中度过。2008年美东时间10月15日，王永庆在安详中辞世。噩耗传来，举世震惊，闻者无不扼腕。最令人感动与不舍的，是他以92岁高龄，仍然风雨无阻，
精神抖擞地前往美国视察业务，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，依旧毫不松懈。我们损失的，并不仅只是一位经营之神，而是一股足以安定社会、一份得以抚慰人心、最纯洁、最感动的原生力量。10年过去了，我们怀念他。谢谢阿总，谢谢王爷爷，感恩黄董事长，多谢当时的，谢谢您给我信任，谢谢王永进爷爷。岁不寒，无以知松柏；事不难，无以知君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身教，他的言教，循循善诱，步步引导着我们，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将近1个世纪的传奇故事，我们仍然意犹未尽。从王永庆先生的身上，我们学会了待人的温度和处事的态度。他的一生为台湾价值树立了源远流长的标杆，也让身为台湾人的我们引以为荣。哲人日已远，典型在溯溪。王永庆先生的时代传奇，希望能够持续不断地带给台湾社会醒思的胸怀和前进的力量。